在我长达70余年的投资生涯中，我目睹过13次完整的美联储降息周期。这不仅仅是数字，是13次人性的轮回。每一次，我是说每一次，剧本都惊人的相似，简直就像是同一个蹩脚编剧写出来的烂戏。当美联储那个老头子或者老太婆走上讲台，宣布降息的那一刻，媒体就会像发了情的猩猩一样开始狂欢。他们把降息包装成普天同庆的救世信号，仿佛那是上帝洒下的甘露。华尔街的分析师们，那群只会用表格画饼的家伙，会告诉你最糟糕的时候过去了，流动性回来了，狂欢吧。但真相是，这种乐观不仅是盲目的，而且是致命的。绝大多数人会在降息周期中赔得比加息时更惨。听起来很荒谬，对吧？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如果经济真的健康强劲，美联储为什么要降息？他们降息是因为病人快不行了，需要打强心针，而你们却把救护车的警报声当成了派对开始的音乐。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不仅要告诉你该买什么，更要剖析为什么你脑子里的那些常识其实是让你破产的毒药。我们将谈论3类资产，这不仅仅是资产，这是我亲历6轮降息周期后从无数尸体上提炼出来的生存法则。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条件反射，很多人在投资时表现得比巴甫洛夫那条听到铃声就流口水的狗强不了多少。由于过去10几年，特别是2009年以来，那种人为制造的低利率环境，投资者被训练出了一种错误的条件反射，降息等于股市暴涨。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线性思维。超过80%的投资者在听到降息的那一刻，会条件反射般地冲向那些表面光鲜的标的、科技股、加密货币、垃圾级别的债券。他们的逻辑简单到令人发笑，钱便宜了，这些高风险的东西就该涨了。这不叫思考，这叫应激反应。这种行为背后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社会认同倾向。你看到邻居买了比特币赚了钱，你看到电视上的所谓专家在推荐 AI 概念股，你害怕错过，于是你像驴鼠一样跟着跳了下去。但结果往往是，当降息真正来临，也就是经济衰退的獠牙真正露出来的时候，这些被泡沫吹起来的资产反而开始价值回归。直到你的资产负债表被撕裂，你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不是机会，那是陷阱。我必须坦率地指出，美联储降息从来不是为了拯救你的投资组合，哪怕一次都没有。他们试图挽救的是就业市场，是经济活力，是防止整个系统崩塌。当利率开始下降，通常意味着实体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企业利润在下滑，失业率在攀升，违约风险在累积。在这种时候，你如果去追逐那些市盈率300倍却毫无现金流的公司，你觉得自己在干什么？你在参与一场击鼓传花的集体催眠。当真实经济数据揭晓时，比如某家明星科技公司的财报突然爆雷，或者某个因为廉价资金而存活的庞氏骗局破产，你就会发现自己正站在悬崖边上。这不叫投资，这叫戴着 VR 眼镜跳悬崖。你的眼睛里播放着繁荣的幻象，而脚下是万丈深渊。任何向你承诺降息等于普涨的人，要么是金融文盲，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推销员。在这个行业里，推销员的利益和你的利益通常是背道而驰的。他们赚取佣金，而你承担风险。真正的逻辑是，降息改变了资产价格的传导机制。它不是点石成金的魔杖，
它只是一个温度调节器。你需要明白一个基本的权衡，你绝对无法在同一时刻获得最高安全性、最强成长性和最完美流动性。这就是投资的不可能三角。在降息周期，市场的波动性会加剧，风险溢价会重新定价。如果你试图贪婪地想要一切，你最终会一无所有。我们要做的是价值重估。你可以用流动性换取收益，用防御性换取成长性，用确定性换取想象空间，但这需要智慧，更需要纪律。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在降息周期开启时，每个理智的投资者都应当配置的第一类资产，是那种沉闷到让投机者打哈欠的品种。我听到你们在抱怨了，查理，这太无聊了，我想买英伟达，我想买下一个特斯拉。闭嘴，听我说。人们渴望多巴胺，渴望在降息消息公布当天就抓住暴涨黑马，沉迷于账户数字跳动的快感。但这正是你在经济下行期最不需要的东西。你需要的是经济下行期的现金流堡垒。我指的股息贵族，不是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短暂提高分红的骗子。我指的是那些穿越了半个世纪经济周期的持续派息的企业。这里的标准极其严苛，连续25年以上，每年提高股息。仔细琢磨一下这个条件，这意味着这家公司经历了1990年的衰退，经历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甚至经历了2020年的疫情。无论世界怎么乱，无论利率是高是低，无论谁当总统，他们不仅在分红，而且分得一年比一年多。这些企业不只在经济繁荣时分红，在衰退降息期，他们依然在提升分红。这代表着一种被现代投资者那些只盯着下一个季度的傻瓜们所抛弃的品质持久力。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因为历史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此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股神，手里拿着没有盈利的公司股票。然后泡沫破了，联储开始大幅降息。结果呢，那些热门的科技公司成片破产，即使是幸存者，股价也跌去了90%。但是像沃尔玛、强生这样的公司，在那段时期，他们的股息增幅反而创下新高。这并非偶然，这是商业模式的胜利。这些公司构建的商业模式具有强大的反周期盈利能力，无论利率高低，都能持续产生自由现金流。当降息周期启动，往往伴随着经济放缓信号，这时消费者会削减奢侈品开支，也许他们不换新车了，不去欧洲旅游了，但他们不会停止购买食品、药品和电力。这种需求的刚性特征，使得必需消费品、医疗保健、公用事业领域的股息贵族，成为降息初期最该持有的资产。绝大多数人误判了降息的意义，认为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利好高成长股，这完全是倒因果。真正的逻辑是，降息往往预示着经济疲软，而经济疲软时，稳定现金流远比成长故事珍贵。这就涉及到了行为金融学。在投资中，心理素质比智商重要得多。当降息后经济数据持续恶化，财经主播都在预言大萧条重演时，你需要实实在在的锚点。当你看到你的科技股持仓每天下跌5%，你的心态会崩，你会恐慌，你会不仅在低点卖出，还会因为压力而把生活搞得一团糟。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是股息贵族，情况就完全不同。每笔股息到账，都是在向你证明你的投资逻辑依然成立。
这不是分析师的预测，不是技术指标的背离，而是实打实的现金打入你的账户，这就是你的心理防波堤。他提醒你，人在销售商品，人在创造利润，你的财富增长不依赖下一个接盘侠，而是基于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降息周期，你必须拥有这种资产，不是为了暴富，是为了让你在别人恐慌时能睡个安稳觉。很多人看到一只股票的初始股息率只有 2.5% 或 3%， 就会嗤之以鼻。查理这点钱还不够通胀塞牙缝的，愚蠢。这是典型的线性思维。如果你只看静态的数字，你永远无法理解动态的商业世界。初始股息率只是起点，关键在于股息增长率，这才是魔法发生的地方。让我们来算笔账。如果你在降息初期买入一只 3% 股息率的股票，听起来不怎么样，对吧？但是如果这家公司拥有强大的护城河，每年能将股息提高 8%， 这对于那些优秀的消费品公司来说并不罕见。会发生什么？10年后，你基于原始本金的收益率就变成了 6.5%， 20年后这个数字是 15%， 这就是股息复利。你的收入在增长，而你的成本锁死在了买入的那一刻，这与债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买入一只收益率 4% 的10年期国债，未来10年你都只能拿到 4% 的固定收益，没有增长，没有想象力，只有死板的数字。更糟糕的是通胀，债券是通胀的受害者，而优质的股息成长股是通胀的对冲者。为什么？因为优秀的企业拥有定价权，当物价上涨，他们会提高产品价格，无论是牙膏还是降压药，涨价后他们就有能力提高股息。你不是在对抗通胀，你是在借助通胀壮大。这种思维的转换只有极少数人能理解。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如果你能找到一种不用把你那可怜的智商累死就能赚钱的方法，那就是复利。抓住它，别撒手。股息贵族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优势，我称之为天然的傻瓜过滤器。要想连续25年每年提高股息，管理层必须极其自律，他们不能过度杠杆，不能进行那些听起来很性感实则愚蠢透顶的并购，必须保持充沛的现金流。这种资本配置纪律恰恰是降息周期中最珍贵的品质。当资金变得廉价时，大多数 CEO 会变得狂妄自大，他们会借廉价的钱去买垃圾公司，去搞那些虚头巴脑的项目。但那些承诺每年必须提高股息的 CEO 做不到，他们的现金流被股息锁定了，他们必须精打细算。这就像给管理层穿上了一件紧身衣，你需要的正是这种紧身衣，不是那些靠廉价债务扩张的企业，而是那些以财务稳健为生命线的公司，才能带你穿越风暴。没错，股息股在降息初期可能表现平淡，哪怕沃尔玛的股价在降息首月下跌 15%， 我根本不会在意，因为我真正在意的是它是否还会按时寄来股息支票。答案是肯定的。平淡和风险是两回事，平淡是价格暂时落后市场，风险是本金的永久性损失。只要现金流持续增长，平淡终会过去。但如果你去追逐热门股犯错，导致的损失可能永远无法挽回。记住，在降息周期，你输不起时间。你买入那些泡沫股，可能需要15年才能回本，或者永远回不了本。而股息股，即使股价不涨，现金流也在填满你的口袋。降息周期中第二类必须配置的资产，其逻辑比第一种更反直觉，而这恰恰是为何90%的投资者会误判的原因。
这就是短久期优质债券。当美联储宣布降息，人们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哇，利率要降了，我要买长期的债券，锁定现在的高收益。或者他们认为降息会让债券价格上涨，期限越长涨得越猛。这种想法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可能是个致命陷阱。如果你去买30年期的公司债，期待复制1980年代的债券大牛市，那你完全是在刻舟求剑。现在的世界充满了债务，利率下行空间有限，但信用风险前所未有。我把这种行为称为在泰坦尼克号上争抢头等舱座位。你以为你锁定了高收益，但你忽略了违约风险。降息往往伴随着经济恶化。如果你买的是那些垃圾债，当危机来临，企业违约，你的本金可能直接归零。那时候你锁定的那个所谓高收益不过是镜花水月。大多数人都在盯着收益率看，却忘了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笔钱还能回来吗？本金的返还永远比资本的回报更重要。我建议的配置是剩余期限3到7年的高信用等级债券。这里的逻辑非常精妙，它利用了3重保护机制，利率风险可控，即使联储降息幅度不及预期，短久期债券的价格波动也远小于长久期品种。你不会因为利率的小幅波动而心脏病发作，在投资优势这一点至关重要。当债券在3到5年后到期，你会拿回本金，那时候市场可能是一片废墟，遍地都是便宜的优质资产，你手握现金，可以从容地去捡那些带血的筹码。信用风险缓冲，短久期意味着你更快拿回本金。在经济风暴中，时间越长，变数越大。3年内不倒闭的企业很多，30年内不倒闭的很少。让我们看看2006到2008年的降息周期。如果你在联储首次降息时贪婪地买入30年期的公司债，或者是那些风险较高的债券，当2008年危机全面爆发，流动性枯竭，债券市场冻结，你的长期债券价格会暴跌，甚至你根本卖不出去。反观那些买入7年期追 AA 级债券的投资者，他们不仅规避了巨大的价格波动，而且始终维持着稳定的现金流。最终他们的年化回报甚至超越了30年期国债4个百分点。债券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击败股票，不是为了让你一夜暴富，它的意义在于降低组合整体波动，在于让你在股市崩盘时有钱加仓。如果我要在降息周期配置债券组合，我会将25%到35%的资金投入这里。你需要构建一个包含12到20只不同发行方的债券组合，覆盖公用事业、制药、必需消费品等防御性行业。不要去碰那些收益率高得离谱的垃圾债。在降息周期，资本保全远比收益重要。你无法通过高风险债券实现财富自由，但完全可能因此堕入贫困。这就是安全边际。在昂贵的市场中寻求安全，短久期优质债券是少数几个真正靠谱的选择。第3类资产往往是所有聪明人最看不起的。在降息初期，他们表现平平，甚至被那些高贝塔资产远远甩在身后。但正是这种特性使他们成为降息后期最珍贵的压舱石。我指的是必须消费领域的龙头企业。如果你要在这个疯狂的赌场里活下来，我会建议将15%到25%的资金配置在这里。什么是必须消费龙头？不是那些整天在网上炒作的新消费概念，我指的是那些市占率超过30%、品牌认知度跨越代际的公司。
他们被分析师贴上成长性不足的标签，被认为是老古董。但请反过来想，无聊的生意往往活得最久，而刺激的创新常常夭折。我亲历过无数革命性技术企业灰飞烟灭，但我从未见过金百利公司破产。为什么？因为不管经济多糟糕，人类都要擦鼻涕。这听起来毫无想象力，直到你意识到这种可预见性值得你付出溢价。当降息周期深入，经济放缓从预期变为现实，消费者会削减一切非必要开支，但他们不会停止购买厕纸、洗发水和速冻食品。这就是反脆弱性。经济越好，人们买他们的商品；经济越差，人们更买他们的商品，因为降级消费。好，这是最后一部分。如果你能读到这里，说明你至少比那90%只会在社交媒体上刷短视频的多巴胺瘾君子强一点。我们将完成第三支柱的构建，并把所有这些碎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生存模型。最后，我要给你一些关于性格的忠告。毕竟，在投资界，性格远比智商重要。让我们继续谈谈必需消费股。它们还有一个大多数人理解不了的隐藏属性：通缩保护。当降息无法阻止经济滑向通缩时，这在日本发生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价格在下跌，企业利润在缩水，但必须消费龙头股却能展现出一种可怕的掠食者特性。这些公司通常拥有极高的固定成本占比和庞大的分销网络。当原材料价格下降，而他们通过降价来扩大市场份额时，销量增长往往能抵消单价下降的影响。以宝洁为例，在2009年的通缩期间，它通过精准的降价策略，不仅没有被击垮，反而让市场份额提升了2.3个百分点。这种灵活性是那些重资产的制造业或高杠杆的金融业绝对不具备的。他们是在利用危机清洗竞争对手。持有这类股票，你还获得了一个隐藏的期权价值——并购溢价。当降息周期持续，资金成本变得极低，资本会自然流向最安全的资产。那些现金流稳定、业务简单到连傻瓜都能看懂的消费龙头，会成为并购市场的宠儿。看看历史，2019年降息周期中，联合利华收购 GSK 消费健康业务就是明证。这种并购往往伴随着高额的溢价，这种期权是免费附送给你的，你不需要为此支付额外费用，只需要坐在那里耐心地持有。我知道有人会抱怨，查理，这些消费股现在的估值也不便宜啊。没错，在降息周期起点，它们确实不便宜。但你要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为优质防御性资产支付合理溢价是值得的。这就像为你的房子购买火灾保险，你会因为保费有点贵就不买了吗？你希望永远用不上它，但一旦火灾发生，它就是救命的。消费龙头股就是你组合中的保险，它们的价值不在平常时期体现，而在危机时刻爆发。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为确定性支付溢价是理性的最高级形式。试图在所有地方都捡便宜货，那是捡破烂的心态，不是收藏家的心态。现在让我们把这3个支柱拼起来。这不仅仅是3个孤立的资产类别，而是一个精密的生态系统。股息贵族，它是你的现金流发动机。无论市场如何波动，它提供持续的收入，让你不必在恐慌时被迫减持短久期优质债券。它是你的资本保全盾牌，它提供确定性，并作为未来的干火药，让你在市场见底时有钱可投。必须消费龙头，它是你的经济韧性压舱石，
利用人类习惯的惯性提供通胀与通缩的双重保护。肯定有人会问查理，这个组合看起来太保守了，如果牛市来了，我岂不是跑不赢大盘？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是组合构建的癌症。给你一个真实的假设案例，假设你在2007年初开始降息时退休，你把50%的资金投入这个无聊的组合，另外50%去追逐当时最热门的金融创新股。到2009年，你的金融股组合可能已经暴跌80%，甚至归零，而你的防御性组合虽然也可能下跌了25%，但关键是它每年依旧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快进到2015年，你的防御性组合不仅早已收复失地，还通过复利创出新高，而那些幸存下来的金融股可能仍在深渊挣扎。这就是降息周期中投机与投资的本质区别。投机需要你每次判断正确，投资只需要你避免致命错误。超额回报不是靠激进，是靠存活和复利。我有句著名的格言，告诉我会死在哪里，我就永远不去哪里。在降息周期中，多数投资者死在哪里？死在对高估值科技股的盲目追逐里，死在对垃圾债券高收益率的贪婪里，死在试图预测宏观经济的妄想里。那么你的任务很简单，远离那里，坚守这3个枯燥但安全的领域。这不刺激，甚至有点乏味，但记住，世界终会奖励这种枯燥，就像它总是惩罚那些盲目的刺激一样。在70年的市场历练中，我学到的最重要教训是，聪明人不是那些预测最准的人，而是那些犯错最少的人。降息周期是错误的高发期，因为情绪会取代理性。如果你能坚持这3个原则，不被短期噪音干扰，那么无论降息周期如何演变，你都能安然度过。最终投资成功不取决于你的智商，如果你智商有160，哪怕送给别人30点，剩下的也足够你用了。投资取决于你的性格。在降息周期中，耐心比智慧更珍贵，纪律比灵感更重要。好了，现在你可以选择继续去寻找下一个百倍币，继续在华尔街的赌场里当个疯狂的赌徒，或者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做一个理性的成年人，去检查你的投资组合，问问自己，我拥有的是希望还是现金流？我拥有的是故事还是护城河？如果你具备这些品质，那么这3个资产类别就是为你准备的。如果没有，那么任何策略都救不了你。